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于9月8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时隔1年半后，桑切斯再度访华。中方表示，愿以桑切斯此访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增添新的内涵。与此同时，挪威首相斯特勒也将于今天开启对中国的正式访问。欧洲国家领导人密集访华，释放什么信号？在中欧关系因贸易摩擦阴云笼罩之际，桑切斯和斯特勒的访问将为中欧关系注入怎样的能量？9月3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将于9月8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还介绍，桑切斯首相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会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他会谈会见，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访问期间，双方还将共同举办中西论坛、两国企业顾问委员会会议及商务论坛等活动。去年3月，中西两国庆祝建交50周年，桑切斯实现任内首次访华。时隔1年半，桑切斯再次访华，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观察指出，桑切斯连续2年访华，体现了他对中西关系的重视。但今年访华的背景在欧方挑起对中国电动车关税战的关键时刻，而西班牙在此前欧委会的咨询性投票中对加税持支持意见。中方随即对欧盟进口猪肉进行反倾销调查，而西班牙养猪业发达。深圳卫视注意到，由西班牙猪肉生产商、加工商和分销商组成的跨行业农业食品猪肉组织的代表也加入到了桑切斯的访华代表团。据该组织介绍，他们此行的目标旨在加强中西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不少西班牙主流媒体在报道中也提到，电动车和猪肉问题是西班牙的重点关切。西班牙是向中国出口肉类和猪肉加工产品的主要国家。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23年中国进口猪肉总价值约60亿美元。其中，西班牙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国。西班牙猪肉行业组织表示，西班牙去年对华出口逾56万吨猪肉产品，相当于其猪肉出口总量的20.3%，总价值约15亿美元。西班牙全国生猪生产者协会负责人透露，西班牙企业为了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对猪肉进行大量手工切割，提供在西班牙并不常见的部位。根据西班牙肉类行业协会的数据，内脏占西班牙对华猪肉出口的46.5%，去年超过26万吨。这些猪肉产品正成为中国对欧盟的反倾销调查对象。然而，随着中欧贸易摩擦的升级，养猪户对未来感到担忧，害怕在贸易摩擦中成为筹码。事实上，在中方宣布对欧盟进行猪肉及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后，西班牙就表示希望欧中双方在该问题上有谈判空间。观察指出，这意味着西班牙在欧方对华电动车加税一事的态度上也有谈判空间。西班牙农业、渔业和食品大臣路易斯·普拉纳斯则表示，贸易战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他希望西班牙猪肉能够避免被加征关税。西班牙猪肉联盟近日表示，将全力配合中国有关部门的调查，并称相信在调查期限内，欧盟和中国有很多时间来达成一致。西班牙是欧洲第2大汽车生产国，不少车企将西班牙作为进军欧洲的重要驿站。今年4月，奇瑞汽车公司正式落户西班牙巴塞罗那，与西班牙埃布罗公司在巴塞罗那设立合资企业，共同开发电动汽车新产品。西班牙前工业、贸易与旅游大臣雷耶斯·马罗托直言，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国，而西班牙电动汽车行业起步较晚，期待吸引更多中国相关产业投资落户西班牙，助力该国成为电动汽车行业的领军者之一。中国车企助力西班牙汽车产业转型的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受到西班牙消费者欢迎。西班牙各大门户网站和汽车专业媒体都高调报道多款中国企业生产的电动汽车。西班牙国家报报道称，目前已经有多个品牌打开了西班牙汽车市场。此外，西班牙是欧洲第2大汽车制造国，拥有完善的汽车产业链，企业只需要较少投资就可以启动生产。此外，西班牙能源充足，基本未受到俄乌冲突引发的欧洲能源危机影响。欧洲现在呢，经济状况啊，各方面啊，应该说面临很多问题啊。发展跟中国的友好关系，这种互惠合作的关系啊，对于欧洲当前克服困境啊，走出一条经济上啊、社会上健康发展的这个道路啊，是有益的啊。所以呢，双方都有意愿
维护好这种关系。近期，欧洲国家领导人密集访华，外界认为与中国电动车产供链对接是他们此时访华的重点任务。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晚一天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是挪威首相斯特勒。挪威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今年是中挪建交70周年，挪威外交大臣艾德也是2024年访华的第一位欧洲国家外长。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日前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一道，以斯特勒首相此访为契机，赓续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携手绿色转型，推动中挪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挪威是全球新能源普及度最高的国家，被称为电动车王国。尽管该国人口仅有540万，但其电动车销量位居全球第4，在快速充电站建设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数据显示，挪威8月份的电动汽车销量占据了当地94%的市场份额，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不少中国电动汽车出海欧洲市场，也选择挪威作为第一站，因为该国不生产电动车。早在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蔚来就将中国市场之外的首个蔚来中心选址挪威首都奥斯陆。此外，挪威纬度较高，适应挪威市场的车型意味着可以应对严寒的挑战。9月8号到11号，新加坡外长维文开启访华行，这也是新加坡总理黄循财5月就任后首次派出外长访问中国。近年来，中新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多个合作项目走深走实。此次维文访华有何重点议题？在多个场合就中美关系发生平衡的新加坡，又将如何继续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发挥作用？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新加坡外长维文于8号至9号访问中国。新加坡外交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和外交部官员陪同维文访华。今年7月，王毅与维文就曾在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均强调推动各领域合作。据外交部网站消息，目前中新建有4个副总理级的双边合作机制，分别是涉及两国各领域合作的双边合作委员会，以及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和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3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协调理事会。作为中新两国政府间的首个合作项目，今年也是苏州工业园区成立30周年。该园区已经吸引了1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集聚了2489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以苏州3%的面积创造了全市约15%的 GDP。自中新两国建交以来，广东一直是新加坡的重要合作伙伴。早在2009年，新加坡跟广东就成立了新粤合作理事会。新加坡中国深圳智慧城市合作于2019年启动，旨在加强新加坡和深圳之间的数字和商业联系。截至目前，深新双方已累计启动4批48个重点项目，包括深新前海智慧城市合作创新示范园区、深新新能源商用车数字化服务平台项目、中新跨境贸易数据国际互联互通项目等，为新加坡企业开拓大湾区市场以及中企通过新加坡进入东南亚市场创造机会。中新两国开展这个持续的全方位合作是有着良好基础的。从中国来说，中国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有着广泛的市场机遇。那新加坡呢，它作为这个一个东南亚重要的发达国家，那它也是有这个航运兴旺、金融发达以及贸易便利这些良好的优势。而便利人员往来则是促进商贸合作的基石。今年1月，中国和新加坡签署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在免签政策推动下，截至今年6月，中国访新旅客数已恢复至疫情前的80%水平。新加坡旅游局还与芒果 TV 合作了热门真人秀《花儿与少年好友记新加坡站》，深入揭秘了狮城的新玩法，文化和语言的相通，促进了中新间热络的交流。新加坡作为华人占比75%以上的国家，华语是新加坡文化的特色之一。上个月，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发表任内首个国庆群众大会演说时，就强调了华语对新加坡社会的重要性，重申政府对培养双语能力的承诺。新加坡是以英语为共同语言，但我们在本质上是个亚洲社会，不是西方社会。我们都想要保留亚洲人的精神面貌和传统价值观。有分析认为，亚洲价值观是新加坡模式的重要内在价值，道出了亚洲国家无需事事效仿西方这一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思想。此前，黄循财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就曾明确表示，新加坡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而会优先考虑其自身利益。新加坡的许多政治人物在多个场合发声，平衡中美竞争局势。
近期，美国加码对华贸易战，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在亚洲前瞻峰会之联合早报对谈上，就对未来中美竞争表示担忧，希望中美在分歧中寻求共识，管控局势。令人担忧的是，两国之间在贸易上的摩擦，最终是否会变成军事上的冲突，那将会是世界上的一场大灾难。所以在中美两国竞争的当时，双方必须通过对话，在分歧中维持一定程度的共识，建立基本的互信，才能避免局势升温。俄乌冲突虽然给俄乌两国带来严重的损失，却让美国军工复合体获得巨额利润。冲突自2022年2月升级以来，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支持总额超过560亿美元。在此过程当中，35个美国联邦州共获得了417亿美元的合同。此外，泽连斯基还透露说，乌克兰正在建设地下武器工厂。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1天，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辛格罗多夫卡定居点，俄军击毁乌军坦克、装甲车、榴弹炮等装备，并打击无人机车间、弹药库等设施。在库尔斯克方向，俄军挫败了乌军突击队对多个定居点方向发起的5次进攻。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库尔斯克方向损失了510名军人和19辆装甲车。在该方向的整个战斗中，乌军已损失超过1.12万人。此外，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8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该州沃洛科诺夫卡区的一个燃料储存库，爆炸导致数个油罐起火。有关人员伤亡和设施损坏的具体信息尚在核实中。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当天前线地区发生95次战斗，战事最激烈的是在库拉霍沃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局势依然紧张，乌克兰武装部队指挥部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遏制俄军进攻，来稳定局势。近期，在乌军进入俄境内开展行动的背景下，乌方呼吁西方国家放松对乌军使用其所提供武器的限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表示，乌克兰需要被允许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We need to have this long-range capability not only on the occupied territory of Ukraine, but also on the Russian territory. 此外，泽连斯基近日在意大利参加一场经济论坛期间透露，一些盟友承诺的武器装备尚未交付，并再次请求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正建设地下武器工厂，并将开始在地下设施内生产武器，以使乌军能够在其西方伙伴延迟攻武的情况下有武器自卫。据悉，乌克兰已开发出新的无人机和导弹。俄乌冲突虽然给俄乌两国带来了严重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却让美国军工复合体获得巨额利润。据美国媒体统计，自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升级以来，美国对乌军事支持总额超过560亿美元，援乌武器的先进程度、破坏力逐渐提升。而美国国防部9月6号最新发布的一份文件显示，在此过程中，35个美国联邦州共获得了417亿美元的合同。此外，美国的军工巨头雷神公司、通用动力等公司和美国国防部签署了数十亿美元的生产武器的合同。美国政府从去年开始就不断强调，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主要是在美国生产和制造的，也是和美国的军火商签订的合同，其收益和工作岗位都留在了美国。美国政府希望以此来获得美国民众的支持。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则批评西方国家，正是西方国家的集体干预加剧了俄乌局势升级，并使局势日趋复杂。他表示，西方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没有促成停火的意愿。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大力军援乌克兰，在多种场合渲染和威胁。近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与英国情报部门负责人摩尔罕见出席一场活动。伯恩斯说，俄罗斯2022年秋天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尽管他说西方不应被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威胁吓到，伯恩斯说，2022年秋天有一个时刻，我认为确实存在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风险。
据伯恩斯回忆，在美国总统拜登的命令下，他2022年底曾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重申核升级的后果。西方媒体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2年多时间里，俄方经常表示，他将考虑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自乌克兰8月初进攻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以来，这些暗示的音量变得更大。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官方的核学说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是建立在威慑原则之上的。但在乌克兰进攻库尔斯克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正在研究修改其核准则。此外，伯恩斯将乌克兰攻入俄库尔斯克州称为一项重大的战术成就。The Kursk offensive is a significant tactical achievement. It's not only been a boost in Ukrainian morale, it has exposed some of the vulnerabilities of Putin's Russia and of his military. 而英国情报部门负责人摩尔则表示，乌军这是大胆之举。The Ukrainians, by going in and taking Kursk, have really brought the war home to ordinary Russians.